据欧亚时报报道，因为中国想要继续抢占拉达克属于印度的地区，所以印度将不会停止继续升级边境的基础设施。目前，印度陆军北部司令部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和协议，来确保印度在拉达克的实力，比如通过无人机和卫星图像监控中国的活动。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绝对是气愤的。印度疫情这么严重，当初国内医疗系统失控，各种医疗设备不足的时候，是中国第一个向印度伸出援助之手的，而被印度抱以满目期待的美国，却是在无法推脱的时候才姗姗来迟。甚至五一假期，中国有多少工厂在加班加点的为印度生产医疗设备，反而是美国爱搭不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竟然还能对中国泼来脏水，还真是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印度恩将仇报，还真是深得美国真传。回归事件本身，其实印度在拉达克不仅是基建没停，还被要求做好准备，从边境综合管理设施、哨所建立、围栏建立、活动塔到直升机停机坪、隧道、桥梁，将中印边境公路设为战略意义项目。当然还有士兵的新冠疫苗接种仪式，以及直接取消拉达克地区印军的假期。除此以外，印度很早就开始准备采购的350辆轻型坦克也快要落定。据悉，就在前不久，印度陆军明确地出具了一份标书，对将要采购的坦克进行了明确要求，其一就是不能超过25吨，要求要在山区地形上有良好机动能力，火力也不能弱。听听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类似中国的150星坦吗？记得在去年拉达克大雪封山的时候，印军对我们150那个羡慕，所以印度这是想用新坦克在拉达克和中国的150继续兑现。看来印度对拉达克依然是虎视眈眈，还真是疫情失控都拦不住。如今正处5月份，拉达克正好是处在夏季，没有南港的大雪，士兵和武器装备在这里的行动也更加自如。印度疫情不管是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或许都拦不住印度在拉达克增兵部署，拉达克恐怕再生变故。就像印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所说，中国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说的，希望印度珍惜来之不易的缓和降温态势，确实是对的，但这并不代表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希望有更多积极的消息传出来。对此，中国必须要警惕，不仅是警惕印度在拉达克生事，还要警惕印度把新冠散播过来。毕竟现在印度这边基建已经在进行，到时候一旦拉达克下面的列程被打通，这难道不会成真吗？据参考消息的报道称，日前中国海军派出山东舰航母编队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到南海进行海上训练。这次是中国海军少有的同时展开2艘航母的出巡训练。不过，此次行动的海军通告与之前的航母演训通告并不太大差别，都是按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此次是山东舰与辽宁舰共同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演训。关于双航母战斗群的这一次出海，大家不妨大胆的猜测一下。前几天刚服役的055大型驱逐舰105大连号是不是也会在编队中呢？毕竟都是航母，那双方的护航力量不就得都一样吗？要知道，辽宁舰的护航力量可是由1艘055大驱、3艘052以及1艘054A 护卫舰和1艘091补给舰组成的。毫无疑问，中国海军当下的演训规模越来越大了。那么，此次中国双航母罕见同出，为哪般呢？难道南海局势又要发生变故了吗？分析认为，双航母罕见同台，主要是因为当下美国不停在中国的底线上做文章。美国人非常清楚，在中国的底线上做文章，能够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崛起的步伐。另外，此前美国兰德智库的报告也直接表明，一旦台海冲突爆发，美国将选择直接军事干预。而且，美媒还在不停地渲染这一说法，这无疑不是在告诉中国，统一前要充分考虑美国因素。而此次中国双航母出动，就是亮明决心，告诉美国，中国能为统一付出的代价将无底线。除此之外，还震慑了那些同中国有着南海争议的国家。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菲律宾指责中方出动数百艘海警船聚集在菲律宾牛轭礁海域，还污蔑中方把这里军事化。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菲使馆多次作出回应，称涉事船只是中方渔船，由于海况原因暂时停泊。而这个岛礁属于中国，菲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但菲律宾不依不饶，甚至菲律宾外长还将菲律宾形容为想跟丑陋的中国做朋友的帅哥。但在双航母出动后，这位口出狂言的外长洛钦在推特上就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道歉，并说他一直想在内心和仪态上模仿王毅的优雅。另外，他还表示，他不久后将前往中国就缅甸问题听取意见，并严格遵守。
据报道，5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采访时声称，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海外发动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活动，这导致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美国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要知道，中国一直以来都秉持着和平发展的原则，不主动惹事，但也从不怕事。美国因为害怕中国的发展会动摇自身国际霸权地位，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高密度打压，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面对美国的一系列措施，中国都以最缓和的方式应对，为的就是不让双方撕破脸皮。可到头来，美国恶人先告状，把中国渲染成了这一切的主导者，不免有失大国风范。其次，布林肯将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形容成对美国的威胁，实在有些强词夺理。美国妄图将自己造的烂摊子都推给中国，同时还要给自己刻画一个维护国际秩序的正义形象，实在有些牵强。此外，布林肯还声称不愿意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是因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只是在维护国际秩序。美国口口声声说不愿意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就借助盟友来对中国实施制裁，这招借刀杀人也是美国早就玩烂了的招数。不仅是中国，就连中国的盟友俄罗斯也同样被美国盟友疯狂制裁，而这则刚好应对了美国不与别国冲突的承诺。再者，布林肯口中所说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美国秩序。美国自认为自己实力强横，是全球的霸主，任何规则都由他来制定，其他国家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但美国要知道，现在的世界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在这里所有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而美国在此期间，不论是越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还是故意制造动乱干涉别国内政，都在说明美国才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己不敢直接和中国对抗，就用一些小孩子的伎俩试图遏制中国，实在可笑。对此，有位网友直接甩出了2张图，一张是美国近6名总统所发动的海外战争，另一张则是美国近70年来所轰炸的国家。这2张图更加直观地展示了美国近年来的疯狂行为，到底谁才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一目了然。不知道布林肯在看到这2张图后，是否还有底气继续甩过中国呢？根据外国媒体5月5日的报道，就在当日，欧洲议会的会员在他的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是他在议会会议上发言的片段。他发言陈述了事实，认为在中国完成了减贫计划，中国人真正过上好日子的时候，反观他们这些欧洲国家，无家可归的人数竟然又破纪录了。这名欧洲议员还提出，中国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14亿人口，在人类进步方面的各种指标都已经超过了他们这些西方国家，且中国不侵略、不轰炸，也没有主动制裁过其他国家，这应该是他们西方国家学习的东西。然后他接连发出质问：为什么欧洲国家要用咄咄逼人的态度对待中国？为什么选择侵犯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合作？为什么自己这些西方国家不尊重国家的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3个问题发人深省。这名欧洲议员在将问题抛出后，也提出了他的意见，认为欧洲各国应该想着如何和中国和平相处。在他看来，这才是符合欧洲各国利益的。在这次发言中，他还提到了美国，戳破了欧洲各国如今完全跟着美国步调走的真相。他提出，他认为如今的西方各国根本就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挑战中国，美国是既得利益者，为了这利益，美国才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中国，并不是美国宣称的所谓中国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除了他推特上发布的视频外，他还配了一段文字，再一次对欧盟发出质问。他提出，中国在40年里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也没有对任何国家进行过主动制裁，为什么欧盟要让美国把整个欧盟都拖入到和中国的对抗中去？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特意把这条推特给置顶了，以表示他坚定的态度。实际上，在欧盟跟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又被中国反制之后，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清醒过来，中国不是那个可以被他们任意蹂躏的国家了。虽然目前欧盟各国对中国态度仍然不算好，但是随着清醒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认清真相的他们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脚步后，聪明的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